代半戰機正風對上了3代半殲10 C 羽都被吊打。那麼4代半正風對上5代機殲35是個什麼概念？韓非子裡有句話特別狠，狗猛則酒酸。什麼意思？店裡的狗太凶，客人就不敢來，酒呢自然也就賣不出去，酸了。美国現在的問題就是管得太多了，你限制這個限制那個，還天天附加政治条件，最后很多国家表面笑嘻嘻，心裡妈卖批。本期视頻可能会讓五角大樓連夜開會，讓莫迪半夜驚醒，讓洛馬公司銷售總監一邊喝咖啡一邊手抖，因為中國可能正在幹一件比殲20服役還狠的事兒。中國第5代隱身戰機開始準備出口，注意不是模型出口，不是航展擺拍，不是 PPT 出口，而是真正的準備把隱身戰機擺上國際貨架。最近央視畫面一架編號0001的殲35緩緩滑出機庫，很多普通觀眾一看，呀，就是個飛機嘛，挺帥的。但軍迷一看直接炸了，因為這架飛機沒有81軍徽，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它極有可能不是解放軍自用型號。更刺激的是機頭上赫然寫的4個英文字母 AVIC。要知道，解放軍自用的戰機核心標识永遠是81軍徽，這是身份，是信仰，是軍魂，半點都不能錯。但這架0001號殲35一眼掃過去乾乾淨淨，連個81的影子都沒有，取而代之的是機頭最顯眼的4個英文字母 AVIC。买賣過軍火的家人們都知道，AVIC 是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英文縮寫。再看編號动1，有軍迷大佬就點破，解放軍自用戰機不管是空軍還是海軍，編號都有專屬規則，從來沒有0001這種簡單粗暴的排號。早期殲31 FC31原型機編號帶31，列裝後各有各的編碼體系，唯獨這架是第3種編號，外貿專屬編號，還有更細節的。單論前起落架加淺灰色素顏塗裝，艦載版殲35要扛航母起降的衝擊力，必須用雙輪起落架加彈射掛鈎，而這架是細支柱單輪，妥妥的陸基專用版，去掉了艦載冗餘設計，減輕重量，降低維護成本。再看塗裝，從頭到尾淺灰色的素顏，沒做任何定制化塗噴，就像毛坯房，等着買家按自己的喜好來裝修。4個字母 AVIC， 一個編號0001，3大外貿細節直接錘死。這不是自用款，是專門為出口造的殲35A1。0001就是首架量產外貿機。中國有句老話，見微知著，讀始知終。這架飛機一亮相就宣告了一個事實：中國隱身戰機量產出口能力全滿。我是白方大招，歡迎来到老友记。兄弟们，這不是飛機這是全球軍火市場鬥地主。中國突然把王炸給拍桌子上。兵法有言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真正的大國競戰從來不是單純的拼誰飛機多，而是誰能定義規則。美國過去幾十年最大的霸權是什麼？不是航母，不是美元，而是高端武器控制權。尤其 F35，那簡直就是軍火界的 iPhone Plus Ultra。你買之前大聲吆喝，親愛的盟友們，歡迎加入自由的世界。買之後呢，直接問你定位打開了嗎？後台權限交了嗎？升級系統了嗎？你今天打誰？先報備一下。甚至很多國家發現買了 F35之後自己就像租了架飛機，維護權限在美國，軟件權限在美國，零件供應在美國，作戰數據量還是美國。你說這是戰鬥機？No， 這是帶翅膀的訂閱制服務。所以很多國家這些年其實憋屈得很，尤其是中東土豪，沙特、阿联酋這些國家，錢多的能拿黃金當磚頭砌牆。但美國就是不願意徹底放权，原因很簡單，美國賣武器賣的不只是武器，賣的是遙控器。而中國這次殲35外貿版出現，相當於突然告訴全世界，兄弟們，遙控器我不搶你的，你們自己玩。這事兒的威力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恐怖，因為國際軍火市場最缺的從來不是飞機，而是政治自由。你們發現了沒有？世界很多國家現在特別像什么？像被大廠綁架的打工牛馬。微軟生態綁定，蘋果生態綁定，安卓生態綁定，而美國軍售體系就是軍事生態綁定。你一旦進去後半輩子都得交保護費。結果呢，中國突然來了一句
兄弟，安卓開源版來了，這一下全球南方國家眼睛都清澈了。很多人只看到歼35能出口，但沒看懂這架飛機從設計到定價全是衝着 F-35的軟肋去的，精準踩中全球買家的核心需求。咱們從4個刁鑽維度拆解歼35AE 的降維打擊。第一，政治清白，不捆綁不控制，買回去你隨便用，這是歼35最大的殺招。中國軍貿從來都是不干涉他國內政，不附加政治條件，不搞霸權捆綁。中國老話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中國做軍貿是君子之交，你需要我有貨，價格公道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。你買回去部署在哪，怎麼用，跟誰結盟，全是你的自由，我呢絕不干涉。這對比美國 F-35的霸權捆綁，簡直就是天壤之別。中東、東南亞、南美那些被美國拿捏多年的國家，早就憋壞了，就等這麼一款沒政治包袱、自主可控的隐身戰機。第二點，性能碾壓，隐身更強，雙发更安全，價格呢還便宜。咱不吹不黑硬實力說話，歼35AE每一項都對標，甚至超越 F-35。隱身性能，殲35雷達反射面積 RCS 甚至低於 0.01 平方米，相當於一只海鳥。F-35 RCS 約 0.05 平方米，差了5倍。說人話就是雷達屏幕上殲35是隱身刺客， F-35就是那個顯眼包。動力系統，殲35是雙发涡扇19發動機，單台推力 11.8 噸，最大速度 2.2 馬赫。F-35呢是單发，最大速度1.6馬赫，還容易故障。雙发最大優勢，一台壞了，另一台能撐着返航。對中小國家來說，安全性直接拉滿。價格優勢呢，殲35AE單價5000萬至8000萬美元，只有 F-35的6到7成。性能呢更強，價格更低，性價比直接拉滿，妥妥的5代機性價比之王。第三點，定制化服務，按需改裝，能適配各國的需求。剛才說了，0001號是素顏，為啥呢？因為殲35AE支持全定制化改裝，你需要陸基板直接用單輪起落架，去掉艦載結構；你需要增強對地打擊，優化掛架，適配國產精確彈藥；你需要適配本土塗裝，隨便噴，想噴啥顏色噴啥顏色；你需要技術轉讓，沒問題，部分維護技術可以開放，幫你建立本土維護體系。而美國 F-35呢，想改裝門兒都沒有，一切聽美國的，買家毫無自主權。第四點，體系配套，中國軍工全家桶，一站式配齊。買戰機不能只看飛機還要看配套體系，預警機、防空導彈、空空導彈、維護保障，中國軍工能提供一系列全套解決方案。買殲35可搭配空警500預警機、紅旗9B 防空導彈、霹靂15E遠程空空導彈，整套體系兼容，無縫銜接，戰力直接翻倍。老祖宗說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殲35AE就是給全球買家量身打造的利器，每一處設計都戳中了 F-35的痛點，滿足所有買家的剛需。說到這兒，大家肯定更關心的問題，這麼好的飛機，第一個買家是誰？除了他，還有誰會搶着買？咱不猜虛的，結合國際局勢、軍貿合作歷史、各國需求，精準鎖定3大核心客戶，每一個都能讓莫迪連夜失眠。美國頭疼不已，巴基斯坦中國鐵哥們兒，軍貿老客戶，殲10 CE、JF-17梟龍、054AP 護衛艦，全是中國裝備，體系完全適配，合作基礎牢不可破。巴基斯坦空軍參謀長早就放話，採購殲35的基礎已經穩固。外媒更是爆料，巴基斯坦計劃首批採購42架，最快2026年年底交付。為啥巴基斯坦必須買？咱就得說回莫迪失眠。真不是信口開河的，因為印度空軍心裡有一塊永遠結不了痂的傷疤。去年印巴57空戰，巴鐵用我們的3代半戰機殲10 CE，硬的把莫迪視若珍寶的4代半陣風打成了抽風。當時軍圈就有個笑話，陣風是來南亞走秀的，殲10 CE是來南亞收割的。這就好比莫迪好不容易湊錢買了個滿級大號，結果發現巴鐵直接開了個隱身外掛。4代半戰機陣風對上了3代半殲10 CE 都被吊打，那麼4代半陣風對上5代機殲35是個什麼概念？這就是妥妥的跨維度的降維打擊。一旦巴基斯坦列裝殲35，印度的陣風徹底淪為昨日黃花。
南亞空中力量平衡徹底改寫，莫迪老仙的阵風霸權一夜崩塌。你說他能不失眠嗎？說完巴鐵，再看第二個買家，中東土豪團。中東國家有錢有需求，還被美國拿捏多年，早就憋壞了。五角大樓報告點名沙特、阿聯酋、埃及全是殲35的潛在客戶。為啥？沙特、阿聯酋想買 F-35，美國不賣，還各種限制，怕他們太強。現在殲35來了，性能不輸，價格更低，沒有政治捆綁，能不心動嗎？埃及呢，跟美國關係本身就一般，想買隱身戰機沒有渠道。中國殲35剛好填補了空白，還能搭配中國防空系統，性價比直接拉滿。中東國家買殲35不光是提升戰力，更是擺脫美國控制，實現自主國防的關鍵一步。中國有句老話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中國軍工就是給這些國家提供了兼濟天下的底氣。除了巴基斯坦、中東國家，東南亞、南美潛力股，馬來西亞、印尼、阿根廷性價比之王更是閉眼入。先看馬來西亞，想升級空軍預算有限 ，F-35太貴，殲35性價比完美適配。印尼呢，跟中國軍貿合作密切，想買隱身戰機，殲35更是最優解。阿根廷被西方武器禁運多年，中國裝備性價比高，沒有附加條件，殲35剛好滿足需求。這些國家預算不多，需求呢很實在。殲35性能強，價格低，沒有捆綁，閉眼入都不虧呀。最後咱們拔高一層，聊聊殲35出口的深層意義。這不是簡單的軍貿，而是全球高端戰機格局的重新洗牌，是中國軍工實力的硬核宣告，是霸權主義的終結開端。老總統說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全球軍貿市場，美國壟斷多年，如今中國強勢入局，一超變兩強，買家從沒得選變成了隨便選，霸權體系徹底鬆動。對中國來說，殲35出口有3大核心價值。經濟價值，高端戰機出口利潤豐厚，帶動航空產業鏈發展，創造就業，拉動經濟。外交價值，軍貿是外交的延伸，殲35出口加深中國與買家國家的合作，提升國際影響力，構建多元夥伴關係。戰略價值，打破美國隱身戰機壟斷，削弱它的軍事霸權，推動全球戰略平衡，為世界和平穩定注入能量。對全球來說，殲35出口意味着霸權軍購時代的終結，公平自主軍貿時代到來。各國不用再看美國臉色，不用再忍氣吞聲，能根據自身的需求自主選擇国防裝備，這是主權的回歸，是公平的勝利。同志們，聊到最後咱們再回過頭來看那架在夕陽下泛着冷冽金屬光澤、編號0001的殲35，它不僅僅是一架冰冷的殺人機器，它更是一張劃破長夜的中國名片。莊子裡寫了，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9萬里。曾經世界頂尖戰機的天空是某些霸權國家圈起來的私人領地，他們坐在高位上，拿着落後的圖紙，收着天價的保護費，還想對別人的主權指手畫腳。但今天呢，這架沒有軍徽的殲35用最沉默的姿態，給了這種霸權最響亮的一記逼斗。他告訴全世界，在這個星球上，不再有誰能壟斷安全，也不再有誰能憑幾件先進武器就鎖死一个民族的尊嚴。當莫迪老先生在德里的深夜裡為他的陣風霸權哀悼時，在世界的另一端，無數曾被拿捏、被封鎖、被輕視的國家，正從這架0001的身上看到了平權的曙光，看到了自主的希望。中國軍工從當年的補丁加步槍，到今天的全球貨架5代機，從望塵莫及到並駕齊驅，再到如今的降維打擊，這背後是幾代軍工人的春蚕到死絲方盡的默默堅守，更是大國崛起厚積薄發的必然結果。這一戰，殲35A1亮劍全球，賣的是裝備，贏的是格局，定的是乾坤。我是外放大招，下期再見。